我觉得现在拍到这里，再拍开一下，我人生大概去了一半，就这样呗。嘿，我芊芊啊，爱记起赞、搁起订阅、时刷介绍给你所有的朋友哦。We wish her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her... 各位，你现在没有看错台，就是要来开箱圣诞节大餐。你们一定想说，圣诞节都过多久了，现在才拍？我一定要好好的跟大家解释一下。其实我原本是想要拍另外一个主题的，但是查资料查着的时候呢，我就在剧真台湾的粉丝团里面看到，没想到台湾在1933年的时候呢，也有自己的圣诞大餐的食谱。嘿。来了，剧真台湾以下出自1933年的台湾师厨士协会会发，里面提供的职人几道可以供应圣诞餐食谱，到底写些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桌上的这些了。大家想知道怎么做吗？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。你们是不是没有很想知道我怎么做？我觉得你们会很想看我怎么做。我们现在回到1933年，我本人现在竟然就是1933年的厨师。我们今天总共要做5道菜，看这桌上满满的食材。我今天到底几点可以下班呢？首先开始我们的第一道，然后首先我们现在是一个忙碌的女人，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沙丁鱼先把它拌匀，甜椒给它。好像这样子细碎的感觉，马铃薯蒸好之后起班，这个也很温柔对待它的一道菜。我就看我等一下筛馅怎么筛，你看这个豆多小，但是我真的很怕裂开，我们就先这样子好了。我觉得我好需要福瑞的，你在哪里？因为我跟大家说，我平常就是做巨大料理，我就这样做1道而已。我今天要做3道，好难哦！我要回家。怎么这么容易爆馅？筛完之后，我们就来烤它了，刷上我们的蛋液。各位，这个摆盘还可以吗？会，看来我很丑的王虫得是，但是大家不用担心，因为等一下做好之后呢，它烤完之后这个辣椒会软掉，看起来就会比较合理一点点。我们先送进烤箱180度30分钟。我们的圣诞 A 好了，但是3公斤哎，不利啊漂亮。但是你还记得我们圣诞 A， 我那时候是想说让它一个合体的感觉吗？有合体，有吗？我等一下。好啦，其实算蛮漂亮的吧。你用镜头点个头，有漂亮吗？对。刷了来套餐 B， 把这个先倒成泥。倒完之后呢，我们就需要我们的钢盆and 手套。嘿 ，OK， 完美，打得很完美。完美并不美，我们要搅拌均匀，等下煮熟的时候才会漂亮。哎呦，哇，这已经有点像是我们去火锅店的时候，他不是会给你一条嘛，然后你就这样子把它，哎呀，完美并不美，厨艺太完美。它的食谱上面呢，虽然括号是条状的，但是你觉得我们这样剪颗丢有合理吗？可是整颗店你不觉得看起来很有那种圣诞节圆满的感觉吗？怕你们没有熟，帮你们分成2颗，我就做成我们台湾贡丸的大小啊。对，它就是台湾的食谱，那我们就做成贡丸的大小，其实也没什么嘛，很完美。那我们这个让我想到那种猛男81小8，然后就破掉。哎呀，救命啊！它已经要熟。炒的速度是不是挺快的？整个粘住我的汤匙。因为这一道是虾丸浓汤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热我们的浓汤。1933年的浓汤可能是自己做的，我们2024年的浓汤呢，所以呢，我就这样子，嘿，太棒了，我就是需要它。我觉得真的很讨厌，我们汤匙都拿出来之后，它就出来了。
只有2颗，感觉很空虚。这样子呢，我们的圣诞套餐 B 就完成了。Merry Christmas！ 你看这看起来多漂亮！我们现在终于来到我们的圣诞 C 虾可丽饼。刚刚天已经微微黑了，现在更黑了。可丽饼我个人觉得难度不高，因为本人呢算是之前有做过可丽饼之人。我刚把马铃薯打成泥，但是我总觉得马铃薯的泥好像太泥了。没有关系，我们人生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旁边拿饼干是什么意思？人家在比，你在跟我讲肚子饿，你起码在用饼干。那我加就完整的加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加入整只虾爪。为什么要加整只虾呢？因为呢，如果你最后做完的时候把它捏成一个球状，有一个小尾巴在外面，是不是很可爱呢？是。我每一次做东西都会不小心就变得很大一盆，因为像这样子，你看这一盆莫名的这整只虾多多，但是我现在要好好的保护好它，免得我等一下吃的时候里面只有壳没有虾，也是蛮可爱。我应该把我的那个双人牌的那个自动的模糊胶的放在这里，就这样按，它就好了，我觉得超级方便。那个很厉害嘞，你家有吗？嚣张什么？这个也要加入一些洋葱丁。我的面拌，我不知道它等一下有没有办法变成一个漂亮的可乐果。我们今天上日本居酒屋影片，我现在很明显就看到我在啉酒煮也尴尬。我们来开始我们的最重要时刻了，一个小尾巴，等一下要偷出来放在外面的，再放个 cheese 上去。OK 的，没有什么。我们可以做巨大料理做得太习惯了。好像什么潜水艇，我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办呢？我就是那种不会抓量的妈妈呢。我以后如果当妈妈，小孩子可能会太薄。哎呦，你看这一颗上去，请问是蛋包饭吗？我们今天其实不是要拍巨大料理，大家就是你还记得吗？有种又回到地狱厨房的感觉。我很久没有地狱厨房了，有鉴于本人现在厨艺是蒸蒸日上，就很久没有搞成这样子啊。哎呀，相当的漂亮呢吼，好，我们小颗的安全牌起锅，这个感觉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现在有问题的是这里。哦，手榴弹不见了。其实我看不到它，我不知道在漂亮什么。我不讲说里面是马铃薯跟虾子，我个人觉得这看起来蛮像热狗的。哎，尾巴很漂亮哦，蛮美的呢。跳下去那一瞬间，什么都看不到，一片空白。我真的要死掉哎！怎么会这样子？完成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可以吧？去武器走，终于来到我们的最后2道了。我们先把牛舌铺上来。不过以前的牛舌应该是用厚的，因为我看它食谱上面写说还要处理那个牛舌，所以我猜应该是那种厚切的类型。时至今日，我们就是薄切的。有人会跟着我这样做吗？你们去看正确的食谱，拜托不要跟着我做。谁叫你看我们的食谱的？我觉得他会这样讲。多一点啊！我怕我刚做那几个味道，至少有一个保证牌是好吃的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子180度2分钟。我刚烤箱已经先预热，我们先送进烤箱。OK， 我们的牛舌哦，它看起来非常的漂亮。我今天其实真的不是要做大分量料理，不知道为什么呢，分量会这么的多。终于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了，鹅肝。我第一次自己煎，有点紧张，希望可以成功。有点怕。对，嘿。你有看到飞起来吗？我刚跳了个舞哎。
完成了我们今天在矩阵台湾上面看到的1933年圣诞节的食谱。在做的过程中很恐怖，但上桌之后是不是其实看起来很有一回事呢？我觉得没有我想象中糟因为我做的过程中，其实我觉得我有点担心这支片不知道会长什么样子，但做完之后我觉得这支片非常的好。你们是不是也很好奇奇怪刚怎么没有烤鸡的步骤，怎么烤鸡就出现了？我们谢谢21世纪没叫业配，没有我们就去买的烤鸡难度不高啦。好，我们先来吃看味道怎么样好了。我们先吃我们的潜水艇，因为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们的潜水艇到底会怎么样。上面有放松露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原本要拌在面团里面，可是我忘记了。很好吃啊！那马铃薯咸咸甜甜的味道，然后又有虾子的那种鲜味。再配上外面面包粉酥酥脆脆的口感，蛮好吃的哇，圣诞快乐你们要不要吃吃看？做什么味道？你有看到里面的虾子吗？是蛮美的，这真的蛮好吃的。怎么回事？我现在开始对我的厨艺产生了信心，还 OK 吧？好冷静。因为前几天才刚开箱完好事多，他吃到那个好吃的那个腊肉，他说哇，这还蛮好吃的然后现在是还在感受是不是？都心碎了。我觉得蛮好吃的它那个虾的味道有出来。对啊，做的还不错，大家可以跟着我的食谱。但我原本预期会有点像角落生物那种炸虾，可是它的尾巴不见了。我们再试一下我们的这颗球，我们先来吃吃看味道。其实我起锅的时候觉得它长得很恐怖，但是现在呢，放在我的食大伯上面看起来非常的漂亮。我只能说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那个锅具真的是要买好。你看现在，法式料理有没有？不离碎。我们先把我们的封印它现在有点像封肉，外面的那一层绳子，我在咬下去的时候，它甚至不会断。我们这边辣椒和这辣椒是那太阳内。还 OK 了。好，你可以先炒完内馅，然后再把马铃薯蒸熟，然后就可以吃一口内馅，吃一口马铃薯，这样好像比较刚好，就不用那么搞刚。你们要吃看这个吗？感觉内馅很多，应该会很好吃。可是我的内馅就是塞的不够多。对啊，不错还是我这颗馅比较多。有可能你那颗嘞还好。吃播是需要天分的，我是有吃什么看起来都不好吃。可是你吃东西看起来是好吃的，我跟你讲，我是有吃东西的，反应是这样。我都不好吃吗？他说没有，还在感受。不好吃吗？还蛮好吃的。我就说你没有料想到皱眉头之后，后面说味道还不错。我们的这个虾球浓汤，看一下我们的虾球。我先跟大家再次讲，它里面是说可以做成长条状，所以就是这个长相只是个意外，好不好？还不错啦，就很鲜很虾子本人。好，我来吃这个。牛舌意大利面牛舌通心粉，这道还不错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我的那个酱炒的没有到那么好，感觉那个红酱好像可以再多加一些其他的味道下去，有点像就是一般的那种拿坡里意大利面，可是就是比较像是超商的。不对，现在超商意大利面很好吃，我觉得它的这个搭配是好吃的，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就可以试试看。然后如果你懒得炒红酱，你可以去买那个超商的拿坡里意大利面，然后你的牛舌就可以用这个做法把它铺上去，我觉得也是一个漂亮的圣诞大餐。大家想说好啊，那我不知道这部片什么时候上，年初，但是好啊，我5个月后、10个月后会做。我来吃看鹅肝好了。你是爱吃肝脏的？但是这个我会担心，是因为这其实是我自己第一次煮鹅肝，边煮的时候又有点怕过熟，但又怕它过生。很熟呢，看起来是不是有点过熟？我觉得有点太熟了，所以吃起来就是还好。配芦笋吗？对啊，我觉得一定要搭芦笋的，还好我们刚刚丢下去一起煎。我来吃看这个凉菜，这个是我们企划做的，然后也是食谱里面的，上面是火腿，然后外面是番茄，里面是马铃薯泥。我觉得这摆盘其实蛮迷样的，不是很理解。蛮好吃的，就马铃薯泥加了火腿跟番茄，就是想象中的味道，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清爽，因为可能我刚刚这样吃太多重口味了，最后再移到吃这个的时候就觉得蛮幸福的。哇！
我有点意外，我觉得今天的成功度算蛮高的。刚刚应该要拍成品照的，因为大家如果没有看过我煮的过程是长哪样的话，就会觉得哇天哪，很会煮哎。现在其实蛮想跟大家聊圣诞节的东西，但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很困惑，有一种玛利亚凯莉提前出来的感觉。刚喝的太久了，现在就速速的疯狂补那个淀粉跟蛋白质，好快乐。我很想走到什么巨人国，我做的所有的食物每一个都很大。我们呢，先把桌上空盘清掉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呢要来吃我们的烤鸡。清空之后，认真来吃我们的烤鸡。上面沾的那个食谱有说一定要有的那个白酱。你看，瞬间真的是只剩下骨头。吃完了我们今天的1933年台湾私厨师协会汇报里面职人提供的职人提供的圣诞餐食食谱，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有没有对哪一道最有兴趣，或者是哪一道你想要实际做做看的？我个人非常的喜欢马铃薯那一道，我很推荐大家真的可以试试看。然后我觉得今天一整天拍下来其实还蛮有趣的，因为以前的食谱的做法跟现在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蛮不一样的地方，所以就有一种回到过去，然后变成 rich people 的感觉。因为你知道这1933年可以吃到这种然后牛舌、羊食的这类，感觉应该就是真的是职位很高 rich people 才可以吃的。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一次的影片，因为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主题的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，非常感谢大家看我的影片，就先这样子，拜拜。我今天是厨师我今天回到1933年，然后又是圣诞节。